你知道吗？丹麦最近干了一件让全世界惊掉下巴的事儿。美国那边刚发话啊，是要把格陵兰岛拿过来，甚至特朗普那个时候都明码标价要买了。那这对于丹麦来说吧，那可是赤裸裸的威胁啊，对不对？哎，有人要抢你家房子，这按理说你得防着点他吧，你得买把锁吧，你得养条狗吧。嘿，哎，你猜这丹麦怎么着？他转过头去，屁颠儿屁颠儿的跑到美国那边，把钱包掏干了，又是买这个 F-35战斗机，又是买这个地狱火的导弹，还要买那个什么 MQ-9B 的死神无人机。这还不算完哦，最离谱的还在后面，他主动给这个美国发请柬。哎呀，大哥，咱俩在格陵兰搞个联合军演吧。好家伙，这逻辑通吗？这是正常碳基生物能干出来的事儿吗？咱先说这个丹麦砸锅卖铁买装备的事儿啊。这新闻上说，丹麦呢要继续采购 F-35地狱火空对地导弹，还有那个死神无人机啊。那这笔账算下来哦，前后得砸进去上百亿美元，100亿美元呀！这丹麦才多大点国家，这简直就是割肉啊！那先不谈钱，就说这个玩意儿它是谁造的？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这个飞机的核心源代码那是捏在美国人的手里的。这个飞机能不能起飞，能不能发射导弹，甚至能不能打开雷达，那都是美国人说了算。这丹麦人可能觉得F-35牛啊，那有了它，哎，我就能保卫格陵兰了。看你老美还敢乱来不？保卫个屁哦！你得看看假想敌是谁啊？你说如果这个丹麦的对手是这个俄罗斯，那这个 F-35呢，或许还能吓唬吓唬人。可是现在的趋势是明摆着想抢格陵兰的是美国呀！哎，你拿着美国造的遥控飞机去打美国，那这就好比你买了个特斯拉，然后想开车去撞马斯克，哎，你信不信？只要你这个念头一动人家后台敲上代码，你这个车立马就得锁死，连车门都打不开，直接把你给闷死在里面。这个事可是有前车之鉴的啊！哎，你看那个卡塔尔，还有之前那个阿富汗伪政府那个伊拉克买了多少美式装备啊！一旦跟这个美国翻脸，或者说美国不想让你用了，那些什么高科技装备瞬间就变成一堆废铁。还有那个什么地狱火导弹，哎，名字吧听着是挺唬人的啊，可是这个导弹它也是美国造的呀！你想用美国的导弹炸美国的大兵，那导弹上的敌我识别系统能答应吗？所以说呀，这丹麦哪是买武器啊，这分明就是给主人上供。这就像是旧社会这财主家的小长工怕财主打他，于是呢他自己攒了一辈子的工钱拿出来，去这个财主家的铺子里买了一根鞭子，递给财主说：老爷，你看我买了你的鞭子，你能不能别抽我？这不是贱得慌吗？而且你再看这个实力对比，真要开打10个丹麦捆在一块也不够美国3牙份的。美国光这个航母战斗群就有11个，满世界溜达F-35人家自己装备了多少？上千架，丹麦全军上下撑死了几万人。你说这点兵力都不够填满美国一个航母编队的编制。那在这种绝对的力量差距面前，哎，你买那几十架 F-35有个毛用啊！除了说给这个美国的军火商送钱，给这个美国的 GDP 做贡献，哎，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那丹麦那些政客他难道不知道这些道理吗？他们心里面也是门儿清比谁都清楚。你说他既然清楚，他为啥还是要买呢？这就叫自欺欺人的最高境界他们天天把我们是美国忠诚盟友挂在嘴边这个潜台词是啥呢？潜台词就是大哥哎，你看我多听话了，我都把家底掏出来买你的货了，我的保护费交的够足了吧？你能不能高抬贵手别抢我的岛了？或者你抢的时候姿势能不能稍微温柔点儿？可惜他们不懂美式政治的残酷，在美国那帮华盛顿的政客眼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盟友，只有利益和妻子。那丹麦现在的价值它就是一只待宰的肥羊。美国现在的策略就是先把你的羊毛给剪光，等你没毛了再把你给炖了吃肉。哎，你以为交了保护费就能保平安？太天真了！在强盗逻辑里你交的越多说明你越有钱，我就越要抢你。如果说买武器呢是交智商税，那丹麦邀请美军去格陵兰演习，那就是妥妥的引狼入室了。
这个事儿最逗的地方在于啊，美国到现在还没答应呢。因为你品品啊，丹麦这边啊是卑躬屈膝啊，这脸都快贴到地上了。哎呀，大漂亮，求求你了，来我家演习吧。结果美国那边呢，连正眼都懒得瞧啊，到现在都没个准信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人家美国眼里啊，你丹麦啊连个平等的谈判对手都算不上，你就是个凑数的呀。这叫什么呢？这叫热脸贴冷屁股，贴的那叫一个响亮。哎，你说啊，这哪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应对啊？这分明就是那宫廷戏里的奴才啊！为了给这个主子表忠心啊，那恨不得把自己的媳妇都献出去啊，只求这个主子啊能多看自己一眼。当然这还没完呢啊，更丧权辱国还在后面呢。就在最近，丹麦竟然主动通过了一个什么美丹防务合作协议。这个协议里面写了啥啊？哎，我给你翻译翻译啊，那简直就是现代版的辛丑条约啊。第一，丹麦开放3个空军基地给美军永久使用，这就等于啊把自己家的卧室、书房、厨房都腾出来给美国大兵住。还有这第二啊，最要命的一条，给予驻丹美军司法豁免权。啥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美国大兵啊，在这个丹麦这块土地上杀人放火、强奸抢劫，丹麦的警察不能抓，丹麦的法院不能判，得交给美国人自己处理。哎呦喂，这都2020年代了，怎么在欧洲这片所谓的文明土地上还能看见这种丧权辱国的法治外权条款？这还是那个天天把这个人权法治挂在嘴边的丹麦吗？那合着丹麦人的命不是命，美国大兵的命才是命？这已经不是跪美了，这是直接趴在地上，还得给美国人舔鞋底子。可是即便如此啊，即便这个丹麦已经把自己剥光了送上去，美国满意了吗？没有。特朗普那边啊早就放话了，全球想让美军驻扎的国家多了去了，排队都排到月球了，你丹麦算老几呢？在美国看来，你的诚意还不够，我要的不是借助你的房子，我要的是房产证上直接写我的名字。这个时候吧，就有人说了，这个丹麦它不是北约成员国吗？它不是有这个欧洲盟友吗？它难道不会摇人吗？嘿，哎，你还真别说，丹麦还真摇人了。为了显得自己啊不是孤军作战，丹麦搞了个代号叫北极耐力的行动，听着挺霸气是吧？北极耐力，感觉像是要去跟北极熊摔跤。结果呢，他那帮欧洲的铁哥们儿啊，什么英国啊、挪威、瑞典、德国、法国啊，这个7大姑8大姨凑到一起啊，哎，你猜猜一共派了多少兵？37个。没错，你没听错，不是37万啊，也不是3700，是37个大活人。这7个国家加起来啊，凑了一个加强排的兵力啊。哎，我不行了啊！我想象这个画面，我就想笑。格陵兰岛那是多大的地儿啊？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啊，200多万平方公里啊！哎，你派37个人去，那这37个人往那边一站，那是连个水花都看不见呀，这都不够北极熊塞牙缝的。而且你看这个人员构成啊，瑞典、德国、法国派过去的人呢，要么是这个10几人的所谓考察组，要么呢是几个人的小型派遣队。最多的还在后面啊，就这37个保卫疙瘩里啊，还出了个大笑话。那个德国不是也派了兵吗？号称是精锐啊，好家伙啊，这个德国大兵啊，那是身娇肉贵啊。这帮人到了格陵兰一看，哎呦喂，这地方太冷了，这条件太苦了。结果怎么着呢？人家又回去了。真的啊，你别笑啊，新闻都报了。德国派遣那几个特种兵啊，因为受不了这个极地环境，或者什么补给跟不上，直接打道回府了。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啊！这哪儿去搞军事威慑啊？这分明就是去公费旅游搞团建，顺便看笑话的吧？那这个呢，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啊，就是欧洲那帮所谓的盟友啊，心里面也虚着呢。你说谁敢为了丹麦啊，真的去跟美国硬杠？大家啊都是1000年的狐狸啊，玩什么聊斋啊？大家心里面都明白啊，这就是演一场戏。丹麦需要这场戏来告诉国内老百姓，你看我们是有盟友来支持的啊，我们主权稳固。欧洲各国呢也需要这场戏来维持那摇摇欲坠的欧洲团结的面子。
但是实际上呢，这点兵力啊，连美国大兵的一个脚趾头都挡不住。这也让全世界都看清了啊！所谓的北约团结啊，在这个绝对的美国霸权面前啊，那就是一张窗户纸，一捅就破。看着丹麦现在这番操作啊，我这心里啊，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你琢磨琢磨，这一幕它像不像是咱们晚清那个时候啊？那当年那个清政府啊，面对列强的侵略啊，那是怎么干的？不搞自强，不练新军啊，反而想着搞什么以夷制夷。今天呢讨好英国去制衡俄国，明天呢去讨好法国去制衡德国，结果呢越输越惨，地越割越多啊，赔款越来越多，最后呢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任人宰割呀。那现在的丹麦呢，就在走大清的老路，甚至比大清还不如。当年的李鸿章啊，他好歹还知道据理力争一下呢，好歹还知道搞个什么洋务运动，造几条枪。那现在的丹麦政客呢，那是主动递刀子呀。他们的算盘呢打的倒是挺精的，让美国呢以这个保护的名义啊增兵格陵兰，然后那个丹麦政府呢就可以对外宣称，你看啊，格陵兰还是咱们的，美国人呢是来帮咱们看家护院的。这样呢，丹麦的面子就保住了。美国呢，实际上控制了格陵兰的港口、机场资源，里子拿到了，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但是，这只有一个输家，那就是丹麦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这种用主权换苟活的思想，从来就是一厢情愿的。美国是什么人啊？那是贪得无厌的资本怪兽啊！一旦美国实际上控制格陵兰，你觉得他会满足吗？他会变本加厉。他会逼着你啊，把格陵兰的稀土矿开采权啊全给他。他会逼着你呢，用几倍的价格买他的天然气。他会把丹麦彻底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让你当炮灰。现在的丹麦啊，它就像是一只被饿狼盯上的小绵羊。那这只小绵羊呢，不跑不反抗，反而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还把自己身上的毛剪下来给饿狼织毛衣。他天真的以为哦，只要我对狼足够好，狼就会感动，就不会吃我了。这场荒诞剧的结局啊，其实早就注定了。丹麦越是妥协退让，美国就越是得寸进尺啊。等哪一天啊，格陵兰岛上呢全是美国基地，全是美国法律，丹麦的官员连岛都上不去的时候，丹麦再想后悔啊，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这丹麦的魔幻操作吧，不仅仅是给世界演了一出闹剧啊，更是给所有的小国、弱国敲响一记警钟啊！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什么最重要？不是什么盟友承诺啊，也不是什么一纸条约，更不是什么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最重要的是手里的家伙事儿和敢于亮剑的决心。丹麦富是富，但是骨头软了呀，膝盖生根了，跪下去就站不起来了。一个国家如果把自己的安全寄托在别人的仁慈上，寄托在讨好霸权上，那他的下场只有一个，死路一条啊！丹麦这事儿吧，看着可笑，其实可悲。俗话说得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他们既然愿意花钱当冤大头，愿意开门激道，那咱也拦不住啊。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